回来了。嗯。顺利吗？顺利。你呢？可控。好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这个事情呢，我想了一天了。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远远大于你的。你这么一个清心寡欲、想要孤独终老的人，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？当然有好处了。跟你结婚，我一共有3个理由。第一，我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，尤其是我妈对你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所以我要弥补这个失误。接受。第二，跟你结婚，我妈就会彻底消除各种奇思幻想，而且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压得住我妈的女人。谢谢。第三，我和蔡生都挺喜欢这个家的，也不想再搬了。所以肯定不是喜欢上我了。肯定不是。口说无凭。落纸为证。这份协议是为期3年的婚姻协定，3年时间足够你完成所有工作上的事了吧？想的还挺周到，可以。 3年内，我依然会支付我应当承担的房租。还有这一份协定，这一份是婚前协议，里面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婚前婚内的财产，确保我们协议结束之后不会产生经济纠纷。这应该也是你最熟悉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还有，关于结婚这件事情，我想尽可能的缩小的范围，还有减少开支。我们的婚礼能免则免，你觉得呢？不能同意更多。我上网查了，去民政局登记只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可以了。户口本现在在我妈那儿，但拿出来应该不成问题。你呢？我妈现在肯定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那个本子，但是我觉得可控。就这么定了，速战速决。速战速决。等等。不要谢。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件开启谢谢。不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，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。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，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。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。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。现在呢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让赵丹平当这个执行总裁。赵丹平虽然是蓝家的人，但他并不姓蓝。蓝佑国的儿子才是众望所归，现在就希望这个赵丹平自己可以坚持住，因为只有他才能真的帮到蓝总。是啊，
现在战争才刚刚开始。秦律师，在聊什么八卦啊？秦律师，你不会感兴趣的。他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啊。说说看。咱们律所呀，有人明明是单身，却假装已经结婚了，厉害吧？慧姐，敢骗我！李代，你个骗子！我居然相信你，我真是疯了我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做人事工作有20年了吧，真的是越来越大开眼界。以前光知道有人隐婚，哦，隐离婚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。离婚？对啊，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人突然告诉我说，有的人明明未婚还要装已婚，我一点都不稀奇。为了升职加薪拿资源，竟然能做出这种事儿！真的以为这种低级的谎言能瞒天过海啊？把我唐一慧当成什么人了？傻子吗？我的智商有那么低吗？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！姐，有什么话，您要杀要剐，您就直接说吧。压力很大。我要知道怎么处理，我还找你来干什么？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跟你商量怎么去处理这个 Steven。Steven，李律师啊，你最近这个思路好像又有点不大清爽了吧 ？Steven 呐，你们家庭部那个高级律师。你和秦律师打破头要去英国去培训，结果被他坐收渔翁之利的那个 Steven， 他离婚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有的客户啊，合同出了问题，老板娘去了趟集团总部，结果本来人家见到我都是笑嘻嘻的，结果这次可好。那脸一个个都跟刚从冰箱里端出来的一样，我一问才知道，这家伙半年以前就跟他老婆离婚了。你猜是因为什么？出轨！没错，这 Steven 的业务能力也就那样，凭什么他能当上高级律师？还不就因为他老婆是集团副总？哎呀，这注重背景不是咱们律所一直以来的传统。你看我笑话是吧？哎，你说这话可就没良心了。我要是只看重背景资源，你就没有资格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慧姐，去，别在这打岔。这小子明明半年前就跟他老婆离婚了啊，居然在公司里不吭一声。这次他去英国进修的培训费、生活费全部都律所出，还外加一份5年的合同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欺诈呀！慧姐，不要为了这种人生这么大的气。我怎么能不生气啊？这种人不光让公司受损失，同时也间接的损害了你们的利益啊！你应该跟我同仇敌忾才对。同仇敌忾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肯定跟你站在一队的。那咱们怎么处置他？难，很难。难什么？你想啊，
公司啊，在他身上投了5万欧，在培训之前跟他签了5年的劳动合约，就不要了。这相当于已经喂熟的鸭子跑到别人的笼子里呀。那就留下来用呗。我凭什么留他？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最基本的信任，我怎么放心把几千万的案子交到他手里？谁知道他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？你说说看，如果你说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唐一慧可以接受失败，但绝不接受背叛。你鬼主意多，你替我想想怎么去处理这个 Steven。我一定要让他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，让他下辈子都后悔骗过我。行，我想想。你说，律所里说谎的人会不会不止他一个呀？是不是还有人在隐瞒着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事情？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说话呀！不会的。大笨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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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笨蛋。劫后余生啊，秦律师。哎呀，我们秦律师还会心虚，还会害怕呢。缴枪不杀，坦白从宽，有自首情节呢，量刑从低啊，秦律师。要看笑话出门右转哦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幼稚。你好，秦师。哎，秦律师，哎，你好，我想麻烦你个小事儿哈。是这样，那个我刚才在整理咱们这个人事档案，然后我发现你这个档案里啊缺少一份婚姻状态的证明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能给我补一下呢？之前都不知道我们律所还需要婚姻证明这种东西啊。啊，对，是，一般来说呀是可有可无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律所最近的事情比较多，是吧？Steven的事儿你也知道，所以呢，刚才唐总专门找我过去安排这项任务。咱们律所的每一个人的资料都需要审核补齐，所以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，把资料给我拿过来一下。啊，那个我这边有客户电话进来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头说啊，拜拜。哎呀，老秦，快点，你好好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自己掐疼我了都。哎呀，小诗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跟妈妈说一遍呀。我要结婚了哟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什么好呀？谁呀？某些人信誓旦旦的说不结婚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？啊，又改主意了？哎，你别吓唬我啊！你是不是捅了那个非结婚不可的大娄子了？你？哎呦，他女儿都多大了呀？她可不小了。真是的，这没有也行，有了不是更好啊？人家以后结了婚，早晚不是的事。你倒得开通来，你这……我能不能把话说完呀？
哎，对，说完呀。前几天我爸过生日的时候呢，我说了不太好听的话，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。我知道你们作为父母，为我的事儿真是操了不少心。那我作为子女呢，不能只顾着自己高兴，忽略了你们的感受。所以我就想，赶紧把这事儿办了，也好让你们放心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铁嘴里吐出柔情来了，欣慰。放心。哎，要是你结了婚啊，我跟你爸爸那就更放心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啊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？我想尽快，快点好，越快越好。因为我们呢都不喜欢热闹，工作又忙，所以我们就想办的简单点儿。哎，对的，简单点好的。跟你讲哦，结婚这种事情嘛，都是自己的事啦。哎呀，结婚呐，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，对不啦？这个婚礼呀，也就是一个仪式嘛，是吧？钱呀，要花在今后慢慢细水长流过日子上。老秦，你说我的意见对吧？对。爸妈，你们实在是太开明了，我为你们骄傲，爱你们。那把户口本给我呗。行，啊，你要户口本做什么呢？我去领证呀。什么时候领证啊？今天。妈，妈，你不能这样老躲在里面不出来吧？开开门好不好？商量一下。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啊！我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了。你要想和秦氏结婚，休想。妈，开开门好不好？好好商量一下嘛。你强也没用，他不会给你开的。爸，要不你想办法帮我把户口本拿给我。户口本早就让你妈给藏起来了，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啊？都是你平时惯我妈惯的。哎，我惯我自己的老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的老婆弄得我的老婆受委屈，那这怎么算啊？对的，我们杨家的男人就是不该让自己的老婆受委屈。这样啊，你妈妈的工作呢，我去做，你呢就回去好好安慰安慰秦氏，自己的老婆自己哄，好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秦氏受委屈的。一言为定。当然，你刚才不还答应我了吗？啊，我是答应了，我答应你结婚，我也答应你快点结婚，但我没答应你今天就领证。那明天？明天也不行。傻囡囡，你把结婚当什么了？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啊？且不说你跟这个男的谈了多长时间恋爱，认识了多久吧，哎，你想想，他登过我们家门不啦？我跟你爸爸见过这个人吧？他到底什么性格啊？长得什么样子啊？对你好不好呀？啊，脾气大不大呀？人品怎么样？哎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呀。这怎么就要跟人家去登记结婚了嘞？真是的，没有一家家长会同意的。真是。刚才还夸您开明呢。开明不等于我傻呀。这主意谁出的？这跟谁的主意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喽。
有大关系的。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的啦？人家女方的父母也不去见一面的，这黑不提白不提的，就把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就想给娶走了。哎，1分钱也没花过。哎呦，这种如意算盘打得太精了吧啦！妈，你这怎么又扯到钱上了？这是我的主意。你别生气，都别生气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来，你，我说啊，这婚礼不办也可以的。不可以。不可以。结婚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，结婚的时候最能看出来一个男人把女方放在心里的什么位置上。哎，小诗啊，哎呦，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得太多了，读晕掉、傻掉了啦？你要干什么？跟外头那些人学去什么裸婚啊？我跟你讲哦，结婚的时候你千方百计的给人家省钱，不跟男方提条件，人家会领你的情吗？人家会感激你不啦？人家怎么看你的？人家会怎么想你的啦？妈，来，快听话。你怎么又说到钱上了？你当年结婚的时候不也没办婚礼，没收彩礼吗？结婚戒指都是结婚以后才买的，是不？正是因为我这样，所以我才被压制了一辈子，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一辈子，能晓得不啦？哎，胡小妹，谁这辈子把你踩脚底下了？你说这孩子的婚姻的事儿，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你说你这人，小诗啊，妈妈这辈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不跟男人提条件，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。所以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这个样子。你说妈妈提钱，什么事情都看钱。哎，我问你，没钱你能活到这么大吧？没有钱你能读得起那么多书不啦？你买车买房不用钱？所以呀，你得跟那个姓杨的小伙子讲，你们要结婚，爸爸妈妈都是支持的。你们想早点结婚，我们也高兴，对吧啦？但是他想结婚，别人家里有什么，我们就得有什么。婚房啊，婚车啊，婚礼怎么办呀？装修啦，家用电器啦，他通通都准备好了，就过来娶你。户口本我帮你收着。他小子想1分钱不花就把我女儿娶走，没门儿。